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今天的内容是介绍神奇宝贝第4部剧场版雪拉比穿越时空的遭遇。话不说，咱们来看剧场版吧。影片一开始，雪拉比就在被坏人追杀着，而这一切刚好被路过的一位少年雪晨看见。雪晨的突然出现，使雪拉比有机会逃了出来，他落到了雪晨的怀里。而此时，宝可梦猎人也已经赶到，雪晨带着受伤的雪拉比拔腿就跑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雪拉比激发出了自己穿越时空的能力，雪晨也因此在一阵闪光中和雪拉比一起消失在了森林中。画面一转就来到40年后，当年的那位宝可梦猎人此时正在被另一位反派面具哥威胁着。面具哥让他说出当年发现雪拉比的森林，但这个宝可梦猎人却执意不肯松口。见此，面具哥就开始秀操作了，他用上了黑暗球，这个球不仅夺走了他的班吉拉，并且是班吉拉变得非常狂暴。眼看着事情已经无法控制，这个宝可梦猎人只好妥协。而此时，小智一伙人正准备乘船前往下一个城镇。在船上，皮神敏锐地发现了神兽水军的身影，他及时告诉小智，这个细节为后来水军的再次登场埋下了伏笔。而正当小智一伙人准备进入森林时，突然被一位老婆婆叫住。他告诫小智伙，如果不想晕的话，当听到森林里的声音时，千万不要随意走动。而小智刚走不久，森林中就突然发出了奇怪的声响。此刻的小智全然忘记了婆婆的忠告，他直接就奔向声音的源头。而在耀眼的光芒中，他见到了从过去穿越而来的雪晨。小智一伙人把过敏的雪晨带到了婆婆家，婆婆一眼就认出来了，眼前的这个少年就是40年前所消失的孩子。雪晨醒来后告诉众人，雪拉比已经受伤，因此小智一伙人赶紧前往寻找受伤的雪拉比。这个时候的雪拉比是非常敏感的，小智和雪晨费了很大的劲，才让雪拉比放下了警惕。然而在救出雪拉比的路上，面具哥出现了，为了让雪拉比尽快得到治疗，小智和雪晨都派出了自己的神奇宝贝。神奇的是，雪晨的精灵球是这个样子的。在打败了面具哥，派出了小喽啰后，小智一伙护送雪拉比来到了生命之湖。在湖水治愈下，雪拉比很快就恢复了精神。晚上看见熟睡的雪拉比和皮神，雪晨动起了画笔。注意，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伏笔，之后会提到。在和雪拉比度过一小段快乐日子后，面具哥再度出手了，这次他就动真格了。他很快的用黑暗球将雪拉比抓住，从黑暗球里出来的雪拉比无疑就黑化了。在面具哥的命令下，雪拉比开始攻击森林里的所有神奇宝贝，同时以他为中心开始不断聚集着能量。武藏很不幸的被吸入到了其中，眼看着森林即将被毁，小智一伙赶紧前去阻止，可是丝毫效果都没有。正当雪拉比准备攻击小智一伙时，神兽水军赶了过来，但是他的出现却并没有改变战况。雪拉比召唤出来的藤蔓一下子就困住了他，因此拯救雪拉比的重任还是落在小智和雪晨的身上。在武藏帮助下，小智伙终于来到雪拉比的身边。在森林中众多神奇宝贝的护身下，雪拉比终于清醒了过来，黑暗球也随之被毁。虽然雪拉比被救了出来，但此时的他俨然已经没有了生命力。小智想继续使用生命之湖的湖水来救治雪拉比，但由于森林的破坏，湖水已经被污染了，即使水军用上自己的净化之力，也依然无济于事。看着濒死的雪拉比，小智和雪晨十分难过，森林中的宝可梦都不禁发出了哀嚎。通常这个时候都会有奇迹发生，所以果不其然，这个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一道亮光，众多的雪拉比从其他时空穿越而来，拯救自己的同伴。而雪拉比恢复精神后，面具哥又来搞破坏了，但这次小智自然不会让他得逞。小智冲了上去，让皮卡丘使出史莱姆特。在成功制服了坏人之后，雪拉比就要回去了，而雪晨自然也要跟着回去。故事的最后，小智噙着泪水，跟这位相处不久的伙伴做着最后的道别。这部剧场版上映于2001年，总票房为39亿日元。这部剧场版最大的彩蛋莫过于在结尾处，小健在清理文件时无意中翻出一本画册，而那上面刚好就有一张皮神和雪拉比的照片。看到这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？孩童时期的大魔士就是雪晨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是阿 P，咱们下期见。